姥爷去世之后，留给妈妈唯一的遗产竟然是一个地洞，平时被妈妈拿来当地窖存放食物用。末日来临，丧尸爆发，这个地洞却成为了我们一家最坚固的堡垒。我眼睛猛地睁开，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身上的痛感还在，那种肉被硬生生咬下来的痛感太疼了。我来不及多回忆，赶紧从床上起来，鞋子也来不及穿，就跑出去找我爸妈。爸妈和弟弟都不在家，我急了，赶紧打电话给他们，没人接电话。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手机响起来了，是妈妈。小小怎么了？听到妈妈的声音，我忍不住哭出声音，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小小，你听妈妈说，妈妈在外面买东西，马上就回来了，你不要哭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妈妈在那边着急地说道。我答应完，瘫在沙发上，依然是泪流满面。重生前的记忆还在，我们被一群霸占我们房子的人推出门外，丧尸冲过来时，爸妈为了引开丧尸，让我们逃跑，主动挡在我们前面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我和弟弟还是死了。太多了，丧尸太多了，我们根本跑不过。半年待在家里不运动，哪里是丧尸们的对手？虽然农村的家里多少都有些囤货，但是都是些大米啥的。在这个末日里，我们一家4口营养也早就跟不上了，已经苟活了半年，家里剩的那些东西都是些大米油，肉类早在一开始就吃完了，现在只剩一些咸肉，每天都是省着吃。蔬菜什么的也早就断了。那些人抢我们的房子，仅仅是为了我家楼上的太阳能电板，因为电早在第1个月的时候就断了。有很多人家有大灶，但是烧灶需要木柴，这个时候去哪里弄到木材呢？末日中，我以为丧尸已经很可怕了，但是最可怕的其实是人心。正想着，门外响起了车子的声音，爸妈回来了。我赶紧站起来，只见弟弟下车打开大门，妈妈把面包车开了进来。车子一进门，弟弟就关上了大门。姐，我们回来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弟弟喊我的声音也有些颤抖。这时，爸妈也从车上下来了，我跑过去扑进了爸爸怀里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爸紧紧地抱着我，妈妈在旁边也红了眼睛。弟弟哽咽着将我们叫进客厅，一坐下我就赶紧开口：爸妈，你们听我说，1个月后会爆发丧尸病毒，我们要赶紧囤点物资。我知道说出来他们可能不相信，但是凭我一个人想要囤大量物资根本不可能。只见他们3个对视了一眼。姐，我们也是重生的。姐，我们也是重生的。我懵了，听弟弟说完才知道他们比我早重生了1天。难怪刚才在外面妈妈红了眼睛，爸爸抱我那么紧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直接讨论了，毕竟时间只剩1个月了。这次我们要把大门加固，围墙加高，再也不能给这些人可乘之机。我愤愤道。不，妈妈说道，边说边站起身，拉着我往后门走。一家4口来到后门口，后门口靠着山，妈妈带着我们来到靠着山石的一块土地旁，在地上摸索着，拎起来一个铁圈，一拉，一个楼梯露了出来。我傻了，妈妈已经走下去了，我一脸懵的跟在后面，而爸爸和弟弟脸上并没有表现出太多诧异。忘记了，他们毕竟比我早重生1天，妈妈肯定已经带他们来过了。顺着楼梯走下去，豁然开朗，我惊呆了，下面空间挺大的。这是你姥爷那个时候挖的，你知道的，姥爷的胆子小，可能是战争期间经历的太多了，他一个人在家那么多年，总是在倒腾。这个村里人不多，且你姥爷性格孤僻，所以也没有和村民说，就这么挖呀挖的，居然挖了这么大。后来你姥爷不行了，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，我就把这里当成了地窖。后来你姥爷不行了，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，我就把这里当成了地窖。听妈妈说完，我一下子没缓过来，那这里面能带人吗？我问题不大。你姥爷把这里告诉我以后，我在这里面装了灯。你们去外地上学和工作以后，我和你爸闲着没事，又把这里修缮了一下。难怪台阶下来后这里还有灯。其实我昨天就想好了，我们一家4口可以住在这里躲避丧尸，这里没人知道，而且我还接了电线，在这里面做得很隐蔽。可是丧尸爆发1周后就停电了，我觉得有点行不通。没事，这个里面我接的太阳能，你们不在家，我和你爸夏天为了不开空调也住在这里。说着，他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，里面是一个简易的床。我看了一眼，地窖不通风，万一到时候我们在这里面中毒了怎么办？这里有通风设备的，我和你爸也怕出事，而且这里我们后来挖通了，后面还有小溪流进来。边说边带我往里走，真是太神奇了。我跟着我妈后面走，这里确实都装了灯，虽然不是很亮，但是日常用够了。走了一段路，发现了小溪流进来的水。我们的村子在山里，平时村上人本来也不多，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了，不会留在这里，所以丧尸刚爆发的时候，对我们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的。后来的问题出在从外面回来的人身上，这些人大概是在市中心人太多，物资被抢空了，才想心思回来了。后来的问题出在从外面回来的人身上，这些人大概是在市中心人太多，物资被抢空了，才想心思回来了。这里上辈子末日来得太突然了，所以没想起来这里。这次我们一家4口一定能好好活下去。妈妈说，对，只要我们一家在一起，在哪里都一样。爸爸也跟着说道，那我们赶紧商量一下要买哪些东西，赶紧去买吧。时间不多了，我赶紧开口，住的地方有了，要赶紧动起来了。我们今天出去粮油厂买了200包20斤的大米，已经拉了一部分回来了，赶紧搬下来吧。说干就干，爸爸负责把一个空房间的地上铺了些木板，主要怕潮湿，又在木板上垫了些纸板。我们3个人则用一个小推车把大米从车上往后面推，再一包一包扛下去码好。
看着整整齐齐的大米，心里安心了些。但是光买米肯定是不够的，还得继续买。还好我们是村里最后面一家，所以我们进进出出也没有人看见。不但要囤货，还得背这些人，真是伤脑筋啊！不但要囤货，还得背这些人，真是伤脑筋啊！大米全都运下来了，妈妈又打电话联系了卖太阳能电池板的。反正我们楼上已经装了，干脆再多装点，反正别人也分不清楚哪些是这里用的，哪些是地下室用的。妈妈让工人装好电池板后，线路由自己亲自上手，和原来的线路一起做了隐藏，又拉进了地下室。这个期间还有村民过来看过。老林啊，家里整这么多太阳能干啥？也有人好奇地问过，都被妈妈以村里电压不稳定搪塞过去了。妈妈这边在家，我和弟弟赶紧出门购买物资去了。我开着妈妈的大面包车来到镇上的超市。我以家里想开民宿为理由，在超市买了一堆卫生纸、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沐浴露这些日用品，4口人要用的太少了，肯定不够用。就光这些，车子也只放卫生纸，效率太低了。我拉着一车卫生纸回了家，看家里没人，又用小推车把卫生纸推去洞口扔了下去。爸爸在下面负责用推车把东西放在固定位置储存好。妈妈装的线路也没闲着，把家里货架拆了，又带去地下室装了起来。而我则把空车又开了出去，继续去拉物资。重生后的第一天，我来来回回10几次囤了一波日用品。我们衣服内衣裤都疯狂的买了一堆。我的成绩很好，大学毕业后就做了老师。这次在老家也是因为暑假的原因。如果在学校，大概丧尸爆发的第一天我就挂了。幸亏地下室的空间够大，不然囤这些物资也是够呛。看着老妈把家里的货架全部装在地下室的房间里，弟弟把买来的腌制类的小菜、干货、调味料都码在了货架上。妈妈说明天开始全家都出去买物资，家里还有个3轮车，挺大的，蚂蚁搬家也得给它堆满。第二天全家出动，我开车去城里了。因为想起了上一世被丧尸咬的感觉，我想买点抗咬的东西，万一哪天我们东西吃完了，不得不出去的时候也好挡一挡。我买了几双特别硬的劳保鞋，又买了些厚厚的橡胶皮，然后又买了些书，各种各样的书都买了。随后又去订购了2台跑步机发电机，这个要1周左右才能到货。填写了到镇上打电话自提，实在不敢叫他们送货上门来。妈妈又去了粮油厂，把剩下的米拉回来就先扔在院子里。因为村里大多数人都是老人，住在1楼都是，所以也不怕人在2楼会看见弟弟买了好多箱各种各样的泡面回来。因为村里大多数人都是老人，住在1楼都是，所以也不怕人在2楼会看见弟弟买了好多箱各种各样的泡面回来。爸爸居然带回来一些兔子和鸡，反正在地下也不怕声音传出去，怕以后没有新鲜的肉和鸡蛋吃。我们一家只活了半年，所以也不知道最后丧尸结束了没有。至少在那个半年里，我们真的很难。随后我又买了一堆腊肉腊肠，再苦不能苦家人。腊肉腊肠都买了50斤，和卖肉的老板说厂里发福利的给我都真空包装好，老板笑呵呵的就答应了。还买了咸鸡咸鸭，全部都说给员工发福利，要求真空包装。又去买了冷冻的海鲜包子、馒头。对了，冷冻的东西放在哪里？地下室没有冰柜啊。想到这里，我赶紧先带一车货先回家了。腊味那些和老板约定了明天来拿。等我到家时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家家户户都飘出了饭菜的香味。再看我们家，爸爸妈妈也没空烧饭。我进去时，妈妈和弟弟正把院子里堆的东西往地下室运，爸爸在往几个大冰柜的底部包一些布。大冰柜，爸爸看出了我的惊讶，开口说道：“你妈妈今天去买的，咱这个附近有个冰箱厂，趁着晚上才送来的。”爸爸边解释，手也没停，麻溜的把3个冰柜底部都绑好了。等弟弟和妈妈来搬，我也跟着一起把院子里的物资不停地往后面运。等大家都忙完，已经半夜了。爸爸简单的弄了点吃的给我们，我也终于体会了一把倒头就睡的感觉。这才2天，我们就已经累得和狗一样了。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28天。第2天睡到8点多，全家就又都起来了。匆忙的吃过早饭，大家又各忙各的去了。我去拿我订的腊味和咸货，弟弟去拿订的桶装水。今天晚上又是个大工程，妈妈今天没有出门，而是约了师傅来。家里安装了一些摄像头，大门外也装了，家里也装了些。装摄像头的师傅来前，爸妈用油布把院内的物资都盖了起来，没办法，怕惹麻烦。弟弟又买些无人机对讲机，上网查了攻略，虽然可能用不到，但是还是想买些安心。就这样，我们家不停地买东西、搬东西，蚂蚁搬家似的，已经把地下室填得满满的。老爸说，就我们目前囤的，超市不一定有我们货多。就这样不停买搬中，过了半个月。因为感觉到地下室没有信号，我们又买了几个收音机。摄像头装的也是带录音功能的，可以监听一下外面的情况。因为我们的频繁出去回来，村上已经有人在问我们每天在忙什么了，所以我们最近出门的频率小了一些。我妈干脆不出门了，在地下室往小溪方向又开始挖了起来。她说要建个旱厕，不然的话上厕所太麻烦了。3个大冰柜已经被我们塞满了东西，又去买了几百斤耐储存的块状蔬菜，比如土豆啥的。地下室找了个没有通风设备的房间，空气流通比较慢，正好储存这些。又去街上各个药店买了各种各样的药，末日里这些东西可是千金难求。因为用的地下水，又怕水质有问题，叫妈妈安装了净水器。
又去买了20箱净水片和木炭，将来都可以留着净化水之用。这个几天，我们又买了很多蓄电池，给蓄电池充满电，搬进地下室。要是有一天太阳能电池万一被破坏了，不工作了也有2手准备。事后，我们又放出无人机，围着山上飞了一圈，沿着小溪一直走，发现小溪流进我们地下室的地方是可以挖出来一点，那样我们的旱厕就可以完全通风透气了。后山的路实在是很难走，根本不用担心有人会去。我们这里是山城，这样的山上山数不胜数，根本不用担心别人会发现。我们这里是山城，这样的山上山数不胜数，根本不用担心别人会发现。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妈妈，她手脚也快，立刻将旱厕那里挖出去一块，在那里安装了一个窗子，并用树枝做了掩护。我用无人机飞出去看过，很好，完全看不出来。我们每天忙完，晚上都会回来汇报一下今天买了什么，看看有没有缺漏的。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，基本已经很完善了。地下室信号差，妈妈又安装了一个信号接收器，放在洞口旁边的树上，又在洞口里面装了一个，地下室立竿见影就有了信号。我们又订了很多 U 盘，并叫店家给我们下满了电视剧、电影、综艺，连春晚都下了好多期。爸爸又买了好多种子，又买了些白炽灯。地下室没有阳光，怕植物进行不了光合作用。上网搜索了一下，发现用白炽灯可以解决。又买了一些水果罐头，毕竟这地下可没有地方种果树了。我也赶紧又买了一些维生素片。牛奶保质期太短了，所以又买了10箱奶粉。虽然是末日，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还是要搞好的。就这样忙忙碌碌，查漏补缺的。还有最后5天了，我们已经不准备出门了，因为我们是重生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蝴蝶效应，我们不敢赌，所以我们一家已经闭门不出了。在家的这个5天，我们也没有闲着，在各个贴吧、视频网站都发了呼吁大家在家囤物资。感觉最近疫情又反复了，看见小区封门了帖子，我们不能直接说有丧尸，换做我们也不会相信的。又给关系好的亲戚朋友打电话，告诉他们在家多囤点物资，说疫情又来了。至于他们信不信，我们也没有精力去管了，因为我已经在视频网站上刷到了疑似狂犬病发作咬人的视频了，我拿给大家看。我第一眼就看见咬人的男子手上青紫色的血管，视频里的男人撕咬着一个女人，嘴上全是血，眼神空洞，女人疯狂叫喊着，周围有人上来按住那个男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看着瘦弱的男人怎么这么大的劲，4、5个人才把他按住。这视频是在市中心拍的，提前了3天。弟弟看了一眼视频背后的建筑，说道：走吧，我们收拾收拾去地下室吧。我点点头，把早就收拾好的最后一点东西拿着。一家4口去了地下室，出来前，我妈把院子门锁了起来，家里所有门都锁好，还把家里所有家具都用白布盖了起来。出来前，我妈把院子门锁了起来，家里所有门都锁好，还把家里所有家具都用白布盖了起来。又把3轮车骑到了洞口来，把车胎扎破了一个，看起来像是好久不用停在这里。然后一家4口才走进了地下室。进去后，我妈又把洞口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砖头，一节一节码起来。自此，一家4口的地下室生活正式开始。大家各自把自己的东西放下来后，爸爸简单的做了一顿饭。虽然我们物资充足，地下室经过2辈人的改造也大的不像话，但是毕竟通风设备有限，也不知道哪天会不会坏，所以我们尽量用的味道小、做起来油烟少的食物，毕竟是来避难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4个人在一起又开了个会，决定大家轮流查看监控，白天由爸妈看着，晚上前半夜是我，后半夜是我弟，就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1周。因为我们村在山区，并没有什么人来，上辈子也是这样，村里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人来，这里的人不出去也没有人进来。农村家里都会囤很多米，这里家家户户谁家没个粮仓，很多人家甚至还会囤很多肉食，围墙旁边就是菜田。因为很多老人不想上街，所以我们上辈子也是过了半年才开始有人家粮食短缺。落日之下，人心比丧尸更可怕。落日之下，人心比丧尸更可怕。快来看，早上老爸在做饭，老妈在看监控，像是发现了情况，赶紧喊我们。我和弟弟赶紧起来过去看，发现我们装在院墙外大树上的监控画面里出现了一辆摩托车，有个男人一路风尘仆仆而来。上一世我们没有监控，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记得在2楼向下看的时候，村口已经聚集了一些丧尸了。只见那个骑摩托的人飞快地骑进了村口陈二叔家的院子，陈二叔赶紧关上了大门。多半是老陈的不着调儿子回来了。妈妈看着监控说道。在老妈的诉说下，我们才对这个陈二叔的儿子有一些了解。为啥说他不着调？我妈说，他小时候就喜欢干点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又喜欢赌博。老陈家有点什么都给他输完了，但是上辈子参与抢我们家房子的人里好像并没有他，那这人有点危险。陈二叔家里条件本来就差，又给他输的差不多了，平时陈二叔生活也要村里人接济呢。我说道，而且这个人还心术不正，谁知道他在家里没有吃的情况下会做出什么？听我说完，大家都是一脸凝重。不对，弟弟突然开口，把监控画面往回拉了一下，定格在他进院子的一瞬间。他受伤了，我们一起朝着他指着的地方看去，才看见他手臂上有血渍，隐隐可以看见黑紫色，他被感染了。我们一起朝着他指着的地方看去，才看见他手臂上有血渍，隐隐可以看见黑紫色，他被感染了。我捂住嘴，没想到村里的第1只丧尸居然是他带来的。村里人其实不多，即使村长接到通知，要求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在家隔离，不要外出，居然也并没有当回事，因为白天还能看见有人出来去田里打点菜，甚至还有人家窗户还打开着。一阵沉默后，监控上传来一阵嚎叫，陈二叔一路冲出家门，捂着脖子，身上都是血。
后面跟着他儿子。只见他儿子以一种极其奇怪的走路姿势往外跑，脸上充满了死气，即使隔着屏幕也让人感觉到一阵恶心。我们4人屏住呼吸，即使知道他们看不到我们，但是我们依然大气不敢出。陈二叔一路嚎叫着开着隔壁的门，隔壁住着刘老爷一家，只有老夫妻俩。刘老太太腿脚又不方便，显然是不会给他开门的，便没人开门。后面丧尸儿子又追上来了，陈二叔翻进了后面开着窗子的那家。李刘家保不住了，爸爸红了眼眶。他儿媳妇带着娘家人来吃酒的，没回去的家里估计人多，正好赶上封村都在他家的。爸爸有点站不住了，靠在了妈妈身上。妈妈轻轻拥住他。现在我们只能尽量保住我们自己。是的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妈妈轻轻拥住他。现在我们只能尽量保住我们自己。是的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这边想着，那边出事了。随着一阵慌乱，张婶家门被打开了，一群人从里面跑了出来，很多人都被咬了。被咬了的人没一会便抽搐着变成丧尸中的一员。我们点了一下，足足24个人，加上陈二叔家的儿子，村里共有25个丧尸了。看了这血腥的一幕，大家也没有了吃饭的心情，匆匆吃了2口后，又围在了监控面前。很明显，上午这吵杂的声音，很多人家都看到了。家家户户连窗帘都拉上了，而失去了目标的丧尸们则放慢了脚步，在外面游荡了起来。什么也没做，村里增加了25个丧尸，真是谢谢他。看了一会，我们又让弟弟赶紧去休息了，毕竟晚上还要熬夜的。我赶紧又去回忆了一下，我们是待到半年左右才死。那个时候村里的丧尸已经很多了，因为那个时候陆续有人在市中心待不住了，觉得乡村人少，都想着躲在村里会比较安全。结果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引来点丧尸，所以村里的丧尸就越来越多了。这次我们把家里掏空了，这些人即使翻墙进来，也只会得到一个空壳。爸爸最后2天把旁边田里的菜都摘完了，大有一点都不给他们留的趋势，又安全的度过了1周。这个1周没有人敢从家里走出来。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发现丧尸们明显不怎么动，用后山的无人机飞出去看看。山后面的公路上偶尔有车子开过，有的车身上也都是带着干枯的血渍的，以为要这么一直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又出事了。山后面的公路上偶尔有车子开过，有的车身上也都是带着干枯的血渍的，以为要这么一直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又出事了。大概是快1个月的时候，晚上我值班看监控，我下了一碗肉酱米粉做夜宵，正看着监控，我家墙上突然出现了人脸，给我下一机灵。是我家对门的周大壮，他家儿子去城里结婚买房了，儿媳妇生了孩子需要人照顾，老伴也去了城里照顾他们，家里就剩他一个人了。估摸着备粮也不会太多，他摸黑爬上了我们家墙头，发现我们家黑灯瞎火的，又不敢喊，又下去了。我赶紧看别的监控，在监控里寻找他的身影，见我们家没人，他又翻进了另外一家。这家人只有一个老太太带着1个孩子，因为放暑假，年轻的夫妻把孩子送回老家给婆婆带。但凡住了人，家里都会有点微弱的灯光的，尤其在这个黑夜里。监控看不到他进去以后发生了什么，只能听见老太太的嘶喊声和孩子的哭声，声音太大。原本在外面一动不动的丧尸，瞬间和打了鸡血一样往有声音的方向去了。一群丧尸不停地撞击着那家的大门，如果只有3两个撞击，这个门还能经得住，但是那可是25个呀，没一会就被撞开了。丧尸们冲了进去，嘶喊着。如果只有3两个撞击，这个门还能经得住，但是那可是25个呀，没一会就被撞开了。丧尸们冲了进去，嘶喊着。3个人很快被丧尸群淹没，没一会功夫，3个人就被啃食了大半。又增加了3个，我默默地记了下来。看了一眼手里的肉酱米线，幸亏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强压着想吐的冲动，把剩下的碗送去了盆里。等我再回来监控前，发现监控里村里停电了，整个村子一点光亮都没有，手机信号也随之消失了。还好我们监控不需要网络，村里安静的不像话，本来就人口稀少的村子，这次更安静了。这2天我爸养的鸡开始下蛋了，这个时候不得不佩服我妈，虽然地下室声音不一定会传出去，但是我妈依然把所有的墙壁都安装了隔音棉，所以养的鸡和兔子发出的声音完全不用担心了。我爸这几天一直在忙活，他带了很多塑料筐下来，里面都放了土，已经有绿色的小叶子冒出头来了，估计再过10几天就有新鲜的蔬菜吃了。还好我们用的太阳能电池，地下室的东西都还可以用。丧尸爆发的第3个月，室外的温度也越来越低，我们天天在监控里观察外面的丧尸，再也没有人出来过。可能是因为怕了，晚上的时候有的人家会透出一点微弱的光，可能是蜡烛。农村总归会有点这些存货。我们待在地下室，虽接触不到阳光，但是太安心了。我们囤的物资才吃了冰山一角，养的鸡又开始下蛋了，该补充的营养也有了。今天的村子很不平常，一辆绿色的军用卡车开进了村子，从车上下来了几个手持枪械的。一阵枪击后，村里那20几个丧尸也被解决干净了。在丧尸解决干净以后，车上又下来了一个女人，手里拿着一个喇叭。同志们，我们是国家派来接应大家的，附近的丧尸已经被我们都清理了，现在来安排大家转移至安全区，请大家带着物资有序排队。国家派人来接我们了。老爸开心地说道。老妈说要先观察一下。我们不着急，先看看，上一世可没遇见这事情。国家派人来接我们了。老爸开心地说道。老妈说要先观察一下。我们不着急，先看看，上一世可没遇见这事情。确实上一世并没有发生这个事情，看这些人不像来接人的。弟弟开口说道。接人开一辆车吗？这个车这么点大，他们现在能看见的都有7个了，还有个司机要转移的人坐在哪里？听到这里，我们又沉默了。
这些天杀的一定是想抢夺大家的物资，即使大家不出来，他们有枪肯定会挨家挨户搜的。弟弟说话间，有人抱着东西出来了，陆陆续续有几家人出来了，大家手里多多少少都带着些东西。可以看出来，村里剩的都是老人居多，年轻力壮的基本没多少。别相信他们，快跑啊！他们是抢东西的。无人机一边飞一边发出声音，在村里格外的响。大家被吓了一跳，猥琐的大胡子一枪把无人机击落，而人群也四散奔跑，来不及了。剩下的几个人一人一枪将这些人击毙，把物资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尘，就这么点了，真是浪费子弹。我们就这么看着，大气不敢出一声。我们就这么看着，大气不敢出一声。村里居然还有无人机，刚才好像是从我们旁边的那家飞出去的。是老孙家。老孙是妈妈的发小，前几年为了救妈妈死在了工地上。每每提起，妈妈总是能红了眼睛。难道是小磊在家？那个无人机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像他的妈妈。紧紧地盯着监控，我的心也是一惊。小磊是老孙的独子，这些年一直没有回老家。我和弟弟和他一起长大，和他的关系也一直很好。后来他爸爸和我妈在工地上的时候，他爸为了救我妈被掉下来的钢筋压死。妈，我们救不了他，我们4个人连个战斗力都没有，拿什么救？我知道这样说很残忍，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么想救他，但是我不能赌，毕竟我们一家4口也想好好活着。但是这是现实啊。虽是这样说，我们还是在后山放飞了无人机。无人机围着山路转了一圈，发现隔壁村子上有很多丧尸，赶紧把无人机飞了回来。这无人机没什么电了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后山放飞，耗电量也更大。妈，这样我们去隔壁村引些丧尸回来，消耗一波他们的子弹也好，然后再看要不要救。弟弟拍了拍妈妈，我们轻点动静，把洞口的砖头拆下来些。很好，我妈又哭了，大概是觉得救好友的孩子有希望了。说话间，大家都动了起来。我爸顺手就把一只鸡杀了，挂在无人机上，在后面由我放了出去。我妈和我弟则轻手轻脚去拆砖头。我爸拖出一床棉被放在地上给他们放砖头。隔壁村的丧尸比我们村多多了，因为他们靠近公路边，且他们村又是旅游部门做的民宿区，暑假来山里避暑的游客也多。无人机粗看了下，大概有50-60个，大概也是好久没看到人了。顺着无人机上的鸡血一路跑着过来。虽然无人机飞得很快，但是丧尸的脚步也不容小觑。而我们村的这些强盗们正在挨家挨户搜索着，完全没有感觉到危机来临了。反正村上人被他们杀了那么多了，一起毁灭吧。虽然无人机飞得很快，但是丧尸的脚步也不容小觑。而我们村的这些强盗们正在挨家挨户搜索着，完全没有感觉到危机来临了。反正村上人被他们杀了那么多了，一起毁灭吧。驾着无人机一路飞，要看快要飞到他们面前。只见为首的老大又发现了我们的无人机，抬手就是一枪，无人机炸了。好，无人机库存减1该死的。怎么又是一个？快，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给我搞这些小动作。大胡子有些气急败坏了，加大步伐就要往前走。老大，好多丧尸！那个女人喊道，一边喊一边往他们后面躲。他没有枪。随着他们的动静，丧尸们集体朝这边冲来。大胡子不停射击，由于来的时候勘察过这里的丧尸，以为都消灭了，所以下车的时候就没有把所有子弹都带着。哪里又出现了这么多丧尸？几人一边骂一边射击，一共6个人有子弹，下车时已经干掉了20几个了，已经有2人没子弹了。只见他们一边疯狂往村口跑，一边喊老吴快开车。他们可能还不知道，老吴已经只剩一滩血水了。而那7个人跑回来时，就剩3个人了。剩下的3人很明显，老天也没有眷顾他们，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，3人就被丧尸吞没了。他们可能还不知道，老吴已经只剩一滩血水了。而那7个人跑回来时，就剩3个人了。剩下的3人很明显，老天也没有眷顾他们，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，3人就被丧尸吞没了。村口只停了那辆来时的军用车。现在剩下的丧尸怎么办？我妈问。还能再引出去吗？可以试试。我回道什么？我爸心疼起了他的鸡，那鸡可都开始下蛋了呀。可以先用无人机飞去小磊哥家看看他的情况，然后再做决定。我弟把监控转了一下方向，这下我们可以看清楚小磊家院子里的情况。他家院子里静悄悄的，这怎么联系他？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。我抱怨了一句。村口的丧尸们将剩下的3人啃完了之后，又开始了游荡，速度也慢了很多。今天大概是吃饱了。正当我们正一筹莫展之际，我指着2楼2个窗子中间说，他好像在这里。因为我小时候天天跟着他后面去他家里玩，所以对他家真的很熟悉。他家这里有一个暗室，里面好像只能站2个人。我们小时候躲猫猫，他躲在那里，我们愣是没找到。我说道，但是这里只能站着，我估计他会暂时躲进去。我们小时候躲猫猫，他躲在那里，我们愣是没找到。我说道，但是这里只能站着，我估计他会暂时躲进去。这个地方我认识，老弟，你飞无人机把丧尸引开，我去找他。不行，小小，你不能去。我妈死活不同意。妈，你在洞口守着爸爸看监控，只要看到我们俩快到洞口，就赶紧打开洞口将我们放进去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再不行动只怕夜长梦多了。我熟悉的过去也不过几分钟，你对他家不熟悉，去了也是耽误时间。我一再强调，老妈这才松了口。老弟快，那边老爸机已经绑好了。老弟赶紧把无人机飞了出去。过了一会，无人机从后面绕了回来，我已经蹲在洞口边走。我妈一把撑起洞口的盖子，我飞跑了出去。一路跑到隔壁小磊家，在门口地上的缝里掏出钥匙，打开门跑了进去。一路开门跑上2楼，来到了那个窗台边，颤抖道：“孙一磊，开门，是我们来救你的。”门被迅速打开，他没有敢说话，朝我后面看了看。我赶紧拉着他，快跟我走。门被迅速打开，他没有敢说话，朝我后面看了看。我赶紧拉着他，快跟我走。我拉着他边走边告诉他情况。我弟无人机将丧尸引开了，是不知道能引多远，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回来。
小磊跟着我一路跑出大门，正要往我家后面拐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。你躲在这里，等我一下，我马上来。说着，一路又飞奔了出去。几分钟后，小磊拎着堆东西跑了回来，我拉着他赶紧往洞口跑。刚到洞口，盖子就被撑了起来，我们赶紧下去。我妈又把砖头轻手轻脚的码了上去。诸神小齐，你们都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在看见我们一家都在以后，孙一磊哭了。很好，爱哭的男士又增加了一枚。我妈砖头码好后也回来了。小磊呀，你也还活着，真是太好了。啥时候回来的？我知道，如果我妈在知道他回来的时候，肯定会带着他一起下来。他去城里工作几年了？姨，我是丧尸爆发前3天的时候回来的。我爸忌日想回来看看，白天加班回来的晚，一直没出过门。谁知道丧尸突然爆发了，我回不去了。姨，我是丧尸爆发前3天的时候回来的。我爸忌日想回来看看，白天加班回来的晚，一直没出过门。谁知道丧尸突然爆发了，我回不去了。活着就好，以后就在我们这里待着。我们虽然不说物资有多多，但是躲一阵肯定也够了。我妈赶紧说道。姨，太麻烦你们了，你们物资留着吧，我家里还有些东西呢，可以撑一阵子。孙一磊说着就要拒绝，我翻了个白眼，别逞强了，我刚才去你家空成那样，不出3天你就得饿死。小，我妈急了。小磊你就留下吧。孙一磊听到我的口气，只无奈的笑道。好的，姨，我也不推辞了，有啥活你们就喊我干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妈明显松了口气，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孙叔家唯一的血脉也被丢下了，我妈内心对孙叔一直有愧的，如今小磊肯留下，我妈不知道多开心。4人队变成5人，我们又开了一次家庭会议。现在我们有3个年轻人，白天不变，依然是爸妈看监控，夜晚则我们3个人轮班，这样工作量也较小了一点。而我爸就更有时间去弄他的植物、兔子还有鸡，好像日子也没有那么难熬了。现在我们有3个年轻人，白天不变，依然是爸妈看监控，夜晚则我们3个人轮班，这样工作量也较小了一点。而我爸就更有时间去弄他的植物、兔子还有鸡，好像日子也没有那么难熬了。对了，你今天跑出去又回来干什么去了？我好奇道。小磊将包摊在桌上，我去把他们的枪和子弹拿回来了，我怕留在村里会出事。这些天杀的真是死有余辜，大家都这么难了，还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。我妈义愤填膺道。对了，无人机飞回来了吗？我问我弟。飞回来了，我把他们又引去公路上了，毕竟我们当时只买了3个，我把它停在后面充电了，连鸡都带回来了。我爸投过去一个赞赏的眼神。我现在就去处理，晚上喝汤吧，有没有毒啊？爸，你做吧，丧尸没碰到，我一直看着呢。我爸义正言辞道。再说了，都煮开了，怕什么？我爸说着就往后面走，这农村老爷爷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。忙了半天，中午了，大家张罗了一顿简单的午饭。老爸说，晚上庆祝小磊的到来，吃顿好的。后面依然要开始节俭的生活了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能结束。忙了半天，中午了，大家张罗了一顿简单的午饭。老爸说，晚上庆祝小磊的到来，吃顿好的。后面依然要开始节俭的生活了，因为谁也不知道末日什么时候能结束。下午，弟弟在地下室看书，我则在跑步机发电机上跑了1小时，这台机器成了全家刚需。既防久坐导致的身体机能下降，又能发电补给。晚上老爸忙活一下午，包了饺子，还炖了鸡汤和炖菜，在地下室里，这算得上最丰盛的一餐。饭后小磊抢着洗碗，我给爸妈烧了泡脚水。天冷了，中医说泡脚是最便宜的排毒，我们每天都坚持。小磊跟着老妈参观完地下室，我冷着脸叮嘱末日之下别同情心泛滥。他默默点头。随后他从物资房拿出一台末日囤货时买的收音机，不用网络肯定能用。调试半天只有滋啦声，老妈可惜道。每天听听，万一恢复了呢？小磊坚定地说。能先消灭丧尸的，一定是我们国家。我们异口同声附和，心里满是期盼。日子按部就班，爸妈早6点起身，老爸照料鸡兔，我们仨轮流守监控。半年来，只有村民偶尔到田里抢收蔬菜。日子按部就班，爸妈早6点起身，老爸照料鸡兔，我们仨轮流守监控。半年来，只有村民偶尔到田里抢收蔬菜。转眼到了上一世全家被霸占房屋的日子，境遇却天差地别。老爸在看下载的电视剧，老妈研究电工知识，老弟打单机游戏，小磊勤勤恳恳做事，反倒让老爸总骂我和老弟懒散。监控里突然出现一群人，正是上一世的仇人。老林家装了太阳能，半年没出门，肯定有物资。村民嚷嚷着，老混混提议翻墙。他们带着梯子轻松闯入，却只见满院灰尘。老妈早撒了灰，伪装无人居住。我明明看见他们每天进进出出。村长阴沉着脸，老混混不死心，说不定躲起来了，再找找。我们全家盯着监控冷笑，这群人渣上一世靠红眼病霸占我们家，这辈子连影子都摸不到。正看着，4只丧尸循着声响游荡而来。刚开门的村长瞬间被咬伤，变异速度快得惊人，转眼就多了6只丧尸。剩下4人抵着玻璃门，没撑多久就被撞开。老妈叹气道：“自作自受。”几天后，监控里出现5个陌生人，开着改装越野车，为首的短发女人动作利落，一刀一个精准斩杀丧尸。他们用的竟是冷兵器。楼顶有太阳能，去看看。女人话音刚落，车队就开进院子。这家人好像被丧尸血洗过。一个男人说，地上还留着上次村民遇害的血迹。女人叮嘱，动作轻点，别破坏东西。当晚我们吃着火锅，看着监控里啃压缩饼干的5人，对视一眼，立刻行动。爸爸翻出2箱自热食品和2袋饺子，我们悄悄放在洞口3轮车上。小磊操控无人机，挂着纸条飞进院子。短发女人取下纸条，带着人找到物资。一个男人红着眼眶，好想我妈包的饺子。女人对着无人机说了句谢谢，还在机身贴了张便签。
物资已收，万分感谢。村西头有废弃信号塔，修复后可接收安全区频段。落款：苏晴。老弟突然拍手。苏晴，全国女子散打季军，我在直播里见过她。爸爸当即决定修复信号塔。小磊懂电子，我和他凌晨4点借着夜色前往村西。低温让丧尸行动迟缓，皮肤冻得发脆。信号塔只是电线被狂风刮坏，核心部件完好。3天里，我们轮流抢修，爸妈每天送工具和早饭。第3天傍晚，收音机突然传来清晰播报：华中区安全区广播站，救援车队本周6途经青石镇。手机也跳出一个信号，我颤抖着给表姐发了报平安的短信，眼泪瞬间落下。回到地下室，妈妈炖了鸡汤，全家围着收音机，满心憧憬。老弟提议，把物资分点给村里剩下的人吧，他们可能撑不到救援。小磊附和，用无人机探查，不留痕迹送过去。我们发现3家幸存者：独居的王奶奶、怀孕的小夫妻、残疾的老校长。趁着中午丧尸最迟钝时，爸爸和小磊送去大米、罐头和药品，附带纸条救援将至，共度难关。回来时，爸爸带回一件洗得发白的小花棉袄。王奶奶从门缝塞的，让给小雨穿。接下来几天，村里渐渐有了生气，村民们种青菜、晒衣服。我们通过无人机传递救援信息。周6清晨，救援车队的轰鸣声传来，我们背着物资走出地下室，村民们已在路口集合。为首的正是苏晴，她笑着走来。我就知道你们会来。苏晴邀请我们加入物资运输队。运输队虽辛苦，却总能在互帮互助中感受到温暖。开春后，我们提议在林家村建物资中转站，得到安全区批准。回到村里，地洞修缮得更宽敞，还建了瞭望塔。村民们纷纷返乡，王奶奶种菜，老校长办学，小夫妻的孩子取名念安。苏晴带着工程队来建通讯站，规划修公路。不久后，安全区通知城市丧尸清理完毕，要重建居民区。出发前，我们把地洞钥匙交给王奶奶，有需要帮忙的人就让他们住进来。城里主干道已清理干净，新芽破土而出。夏天，第1栋居民楼建成，我们帮忙搬家，看着居民们的笑容，只觉所有辛苦都值得。不久后传来喜讯，丧尸疫苗研发成功。秋天回到林家村，纪念馆正在修建，石碑上刻着团结互助，共度难关。收音机里终于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：丧尸全面清理完毕，城市消杀进行中。这场战役我们胜利了。军车和医护人员进村，挨家挨户消杀，注射疫苗。我们走出地下室，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下，泪流满面。这场末日里，有自私者的贪婪，更有互助者的温暖。文明在废墟上重生，而我们永远走在通往希望的路上。